好的，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艾米教汽车老班频道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东西，就是这个万代的 HG 先生元祖。那么本款模型，我的入手价格是17块钱，对的，你没听错，17块钱。这个至于怎么17块钱嘛，我是在那个唯品会上面用那个不是有个那个40元那个券嘛，本来是当时说想着买凯平炎龙的，不过我看半天都没上那个凯平炎龙，我就买个这个玩玩。反正毕竟我从入坑到现在，我一台元祖都没有。那个高达基地教室送的那个我不算啊，毕竟以前其实并不喜欢 UC 那些机设，我以前就喜欢那种什么00啊和 C 的这类机设，但是现在其实也不咋喜欢，还是喜欢 C 的跟00。别人都说玩个5年就应该喜欢独眼机，但我玩了5年，我还是喜欢 C 的以及00的机设。反正多了不说少了不唠，我们直接来看一盒子吧。正面就是元祖一个经典的一个动作嘛，然后侧面，另一个侧面，然后还有一个侧面，底下就这个样子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贴纸我记得不是蓝色吗？怎么改成红色了？哎，算了，不管了，直接开盒吧。我这有一点压盒啊，不过无伤大雅，只要不是那种特别严重压盒就行了。不得不说，唯品会那个包装盒是真大，那这么小的盒子，他给我拿这么大个快递盒装。然后各位可以看这个盒子也非常非常薄啊，总共就2包内容啊，一共1、2、3、4、5块板件，然后一个说明书，本来里面还有一张小卡片的，当然那个小卡片我直接丢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直接来把这个板件包装大家看一眼吧。说明书方面就是 HG 新生的这种常规样式了，然后呢，背面也是讲的这个玩法以及这个拼装说明。然后板件方面5块，一块这个灰色的这个骨架零件，然后给各位看一眼这个细节啊，还是这样子看好一点啊，来仔细看一眼，看一眼这玩意儿出了这么多年，这个细节有没有变肉？还行啊，所以说这个模具确实是稍微有点冒烟了，也不知道万代有没有修啊，水纹还是有一点的，不过不算特别严重。啊，我这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还有个灰，还不错。然后看一下这个白色板件，这个白色板件感觉有点发绿啊，还真不是我这个。哎，我拿到实物的时候还真不是那个灯光问题，真的就有点发绿，这实物看着就有点。然后这个细节也是给各位仔细过一遍。万代这个板件精度肯定是没得说的，然后给了一个这个多色成型，然后这个上面这个水纹，这个红的这个水纹，哎，看着像断了的样子。然后这个眼睛还是个黄色这个透明分件嘞，一板这个 PC 键以及一个这个光束筷子这个调键，然后我这个感觉有点弯啊，不过没事。然后 PC 键有一点点飞边啊，不过没事。然后这里还有一张这个贴纸，然后贴纸大概就是一个眼睛，一个这个黑眼眶，然后还有个这个银色的这个贴纸。这个应该是万代给了2种分色选择吧，就说一个你可以就直接把这个贴纸贴表面，一个是可以把那个透明分件给它一个银色贴纸贴后面增亮。然后这是裤裆这个零件，然后这2个红色我不知道是放哪的。那么开箱就到这里，我们直接100万转场看成品吧。好的，那么这个 HG 新生元祖这个本贴我们就拼装完成了，然后我们来把这个武装，我们先看一下造型好吧，正面，然后呢就这样仔细看一眼啊，然后我没有那个转盘啊，所以说我只能就这样手动给你们转啊。然后这个眼睛我是没有贴它这个贴纸的，我就只给它这个透明件这个眼睛背后贴这个那个银色那个反光，可以看到这个不贴这个黑色贴纸，它这个明显这个眼睛看着太大了，就看着有点像那个什么Hello Kitty 跟那个高达联名的那个。产品反正就感觉像那个样子的，挺萌的。然后我这边把这个贴纸贴上去。各位原谅我，我这个头雕它这个贴纸，这个贴纸，哎，我受不了，我天，哎，确实是感觉这么说贴的有点烂吧？可能是有段时间都没玩那个贴纸的玩具了，是吧？啊，这个贴的太小，确实有点不好贴啊。各位凑合看一下好吧。然后这个头雕，我就不带各位细看，毕竟贴的这么烂。然后的话，这个监视器啊，前后2个监视器也都是这个红色贴纸去完成的。然后包括这个裆部这个地方也是贴纸，然后就这几种贴纸没有了。哎，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元祖，我记得好像是15年出了吧？就是15年这个时候，这个素质现在应该有11年了吧？就这个素质，我觉得放到现在其实也可以啊。除了就那几处分色，所以说1G元祖能做得更好，当然。那俩终究还不是一个规格嘛，毕竟1G元素，虽说它那个分色做的比这个好一点，但实际上有很多可动或者其他一些细节地方还是不如它的。毕竟这玩意儿配件也是很多，这个我们待会儿再来说好吧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配件拆下来讲一下可动，然后我们这边把这个手型给换上这个开掌手，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可动吧。首先头部可动，抬头，低头，左右，可以看到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小的，毕竟受限于这个造型嘛。然后这是这个肩膀正常平抬，90度的样子，然后大风车。然后肩部这个地方是有一段这个可以额外上抬的这个外拉，也相当于你再加上这个平台，哇，这个幅度很高啊，这个幅度真的是太大了，我天。然后曲肘平转这里感觉有点紧啊，曲肘可以看到这个穿帮感觉有一点点大呀。然后手腕就是这个球杆，腰部可动，前这里可以稍微拉出来一段，后仰就只能靠腰部这个球杆了。然后左右。腿部可动，腿部没有下拉啊，毕竟是15年的 HG 嘛，老 HG 没有下拉啊。然后前踢，后踢，因为后裙甲没可动，所以说被锁死了。然后正在调这个侧裙甲这里非常容易掉，建议你如果不在乎这个左右旋转的话，你直接给它粘死吧。侧踢因为这个侧裙甲这个干涉啊，所以说没法到90度啊。然后平转，屈膝，可以刚好贴着这个大腿啊。
然后脚踝接地啊，左右这个幅度比较差，但是前后这个角度倒是可以啊。本体我们看完了，我们来看一眼配件。配件一个这个盾牌，然后这里前面也是有这个握把，然后呢这个凸起也是可以放在这个背包上面，哎，然后也是可以这个连着握把握着，然后再装到这个手臂上面。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挂在手臂上面。一把这个光束步枪，然后这个上面这个叫什么来着？瞄准镜这里啊，也是这个黄色，也是个分架，这点还做的不错的。然后这个握把这里是可动的啊，可以这样翻折。然后这个我怎么老是这个瞄准镜这也是可以这样左右动的啊，左右摇摆。然后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握枪手啊，这一点做的不错，就这个扣扳机可以把这个手型给它扣进去。然后一个这个火箭筒，然后这个火箭筒的话，就握把这里可以稍微动一下，不过也动不了多少。然后握把的话就握这里嘛，就用那个正常手型握这里。然后的话还给了一个这个可以跟腰部挂载的这个连接件啊，把后面这个盖板抠掉，各位看一下，万代专门给了一个这个盖板抠掉，然后装上去，然后可以专门把这个火箭筒给挂载上去。这挂载还是比较牢固的。当然，使劲甩肯定是会掉的嘛，这个正常。然后两个就是握持手。2个光束军刀特效键，然后这个特效键也是可以插在背包后面这2个光束剑柄上面，然后顺带提这个光束剑柄，因为它这个前面有虚位嘛，所以说它这个左右摇摆，它这个幅度虚位特别大，很容易掉。然后这个插拔的话就是这样子，不是说没有特别紧啊，但是有一点点松，不过还好。然后顺带一提啊，咱们现在来试一下这个酋长大陆这个啊，各位众所周知嘛，酋长大陆它每一款都是带这个光束特效键的这个特效键嘛，必然有个这个但好像是在雄鹿之后有这个弯曲的，然后我们试一下这个酋长大陆能不能给万代这个用啊？不行，这个孔小了，各位自己看，小了。酋长大陆它这个太粗了，所以说肯定是用不了的了。哎，没办法，那只能这么用了，我只能说。然后做个总结吧。我得做这东西，就以目前啊，就不讲我这17块钱这个入手价，就以目前这个拼多多上面券前50，券后能达到这个30或者40这个更低这个价格来说，我觉得买个这个玩玩是非常不错的。毕竟这玩意好像应该是新生系列第一座啊。不管是这款可动还是配件，反正配件肯定是能给的，都给完了啊。什么光束剑之类的，反正原组该有的配件基本上都给了，除了那些什么流星锤啊或者其他之类的，那些确实没给啊。应该是有个配件包吧，我记得。反正我觉得这个单体素质确实很不错啊，这个玩法或者这个可动之类的，真的挺不错。除了，但我得说一下，它这个模具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磨损啊，因为各位看我这个头盔，它这个地方，对，就我刚拼好以后，它这个地方，那头盔它这个地方，不知道为什么合不紧，对，它这个地方就一直有条缝，就我刚拼好这里严丝合缝啊，这个是我刚刚拆的，所以说有一点点缝啊，但我刚拼好这个地方，我不管怎么用力，它就是合不紧，我水口我都处理干净，它就是合不紧，这明显是那个模具冒烟这个问题啊，就这块地方，我就这样怎么按它都按不紧，就是有一条缝，你看我这个地方，我使劲按，哎，是不是没缝了？你看我这个地方。那就是按不紧，就是有条缝。哇，这个各位就自己着重考虑一下，好吧？这个肯定得做一下无缝啊。如果说比较在意这个缝的话，我把玩版我肯定是不在意这个缝的，反正。然后这次这个材料我感觉不像 KPS， 或者说它属于那种比较厚实的 KPS， 它不是那种现在那种比较薄、特别脆的那种 KPS 啊，又或者说这玩意儿有点像 ABS 吧，就感觉像 ABS 掺了 KPS， 因为它这个料子很明显要更厚实，就跟我后面玩的那些有点像早期 AGE 以及那个 HG8早批次那个 HG88托斯那个料子，感觉像是。反正还不错吧，这玩意儿把玩绝对是够了的。至于这个 PC 键这个问题啊，我目前这个是比较紧，当然万代那个 PC 键懂的都懂啊，后面肯定要松嘛，把玩多的话，这个就看各位自己怎么去处理了，反正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